我们今天来介绍 Auto GUI 的设计模式。Auto GUI 的设计模式是什么呢？事实上 AutoHotkey 呢有一组视窗控制的一个元件，可以让我们来搭建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萤幕符号表这样子的一个视窗出来哦。那全部就是只要透过AutoHotkey 的 GUI 的功能就可以了哦。我们在这个 AutoHotkey 的文件里面哦，你可以看到它有一组的指令是可以使用这个GUI开头的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就可以组出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视窗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己来设计我们自己的视窗的应用程式哈。那今天呢，主要就是我们来介绍 Auto GUI 的这一个设计模式，然后透过它呢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范例的程式。那首先我们就是会在我们 Auto GUI 的视窗里面放一个关闭，再放一个分页的控制，然后第一个分页呢是常用的符号，第二个分页呢是系统的资讯，然后后面呢再来写我们的程式的一个脚本的内容，来达成我们要它达成的这些快速点击的一些功能。好，那后面我们就实际用 Auto GUI 的这个设计模式来实际做一个操作。在进入 Auto GUI 以后呢，我们可以从功能表的 File 里面呢，可以找到有一个 New GUI 或是按下 Auto G， 它就会出现一个左边会出现所有控制的一个类型出来然后中间呢会有一个我们的工作区，格线的工作区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拖拉这一些控制元件呢，来形成我们自己想要达成的一个视窗比如说我们要放一个按钮我们就点击按钮，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区上面的位置按一下，它就会帮我们放了一个按钮上来那我们就可以按它这个这几个蓝色的点来对它做大小的拖拉然后呢再按右键这里面就有一个 Change Text 可以来变更这个内部的这个讯息把这个 OK 改成关闭，好 OK 它就变成是关闭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分页控制给放进来点击分页控制以后呢，再按在这个工作区上面按一下，然后可以左键按着不放，就可以对它做拖拉。好，那我们就是把它拖到这个内容的大小，然后再按右键再选择这个 Change Text。好，那这边因为我们有两个分页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分页中间是要有一个那个一杠的那个 pipe 的那个符号所以这两个都要一起打进去好，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是常用的符号，常用符号，然后 pipe 要记得留着然后第二个呢是系统资讯，好，按 OK 它就会变成是两个分页然后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分页上面呢放一些按钮上去我们就再点击 button 然后呢放一下变更一下它的这个按钮的大小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自己去拖拉好，假设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内容呢我们要放一个中文字进去比如说我们这个电脑这两个字很常用，我们希望点击了以后直接输出电脑的这个文字好，然后接着我们就按右键再选择这个 copy 复制，再按这个 paste 贴上，它就会复制出第二个出来了假设我们放这里，好，我们再贴另外一个对齐它这个可以用这个 snap to grid 让它可以比较简单的去对齐paste 它会贴到格线上好，我们再多加几个好了，这你就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去加你要的东西就可以了。好，那假设这个的内容我们希望把它用那个表情符号就按下 Win 加分号好，我们就是这个呢是这个爱心符号，那这个好，这一个呢我们就给它 Win 加分号，我们用比如说打勾的这个符号。好，那后面的当然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去替换比
比如说我们希望出现1、1、2、3，假设是这样子好了哈。好，这看不太清楚好，反正是示范然后我们在这个系统资讯这边也一样放一个按钮下来，然后呢，大概再拖拉一下。把它改成是，比如说是本日日期，到时候我们要动态去取得今天的日期。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假设我们的视窗操作的界面就已经完毕了以后，我们记得要做一下存档，然后给一个名称比如说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D:UDIL Auto GUI里面我们把它叫做 test 12.ahk。好，存档存起来啊。那我们其实可以按这个 run 来看一下目前执行的状况。好，这个就是系统执行起来它的这个样子就是像这个样子好，确定关闭因为这个确定的事件还没写嘛。感觉有点大我们把视窗做点小调整把它整个缩小好了。好，把它拖过来。好，假设这就是我们的内容我们现在跑出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子。那后面我们就开始来写我们的那个程式就是我点击了电脑，我要输出电脑这几个字出来。好，假设我们的视窗的界面都已经制作完成的话我们就要来开始写我们自己的处理程式那我们到了这个编辑区里面假设你按下一个 Enter， 它会出现一个提示讯息，跟你讲就是说，如果说你要修改这个系统产生的这个脚本的话，那你会需要先跟这个设计程式先给做一个离开这个连结的一个动作等于是两个就是设计界面跟你的程式两个要脱钩。那如果说你不太确定的话，或者是你还有可能改你的 UI 的界面的话，你可以先选择这个 duplicate 把这个目前这个设计的内容复制到另外一个新的分页里面来。那我们就再来修改这个复制出来这个分页好，然后就 UI 还是留在原来 UI 的内容那我们这个就叫做 test 12，比如说底线code 好了表示是我们自己要加自己的控制码进来好，那这个是一个新的档案那我们就可以来写我们的程式那这个按钮按下这个按钮以后要执行的动作事实上可以写成一个处理程式它是用 button 开头，然后后面呢就会带你的这个按钮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要输出的是这个电脑这个字好，然后我们要输出电脑这个字的话就用 send 这个指令，然后用电脑再记得要加 return。 好，然后呢再复制这一段比如说我们的爱心也是一样的写法在这边。好，然后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动作，我们要定义一个共用的变数共用的变数是 global 开头，然后变数的名称叫做 G_ID， 我们要使用它来储存启用我们后面这个对话窗的内置程式它的系统的 ID。 那后面我们这个视窗假设是要用 F12 来启动所以我们就加上了 hotkey， 按了 F12 以后呢，它会把我们的视窗给显示出来。好，然后因为我们在这个按了 F12 的时候我们要去取得我们目前启用的那个程式的 ID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变数给储存起来。比如说我们在记事本里面我们在记事本里面按了 F12， 我们就会开启我们自己要用的这个视窗。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把记事本它的这个系统的 ID 透过 winget 呢储存到 G_ID 这个变数里面来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按钮里面要把控制权再切换回记事本，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视窗出现以后，控制权就已经跑到我们自己的视窗了但是我们这个输出是要输出到记事本，所以我们要把控制权再交回给记事本所以我们要用这个 winget winactivate 这个指令把控制权交换给我们先前储存起来的这个基于底线 ID 这个变数的那一个视窗再把这个电脑这几个字输出到这个指定的那个记事本的那个视窗里面来所以我们这边也都要加这个动作然后储存起来，我们来执行看看好，先执行一遍然后启用是要按 F12 嘛所以我们先用这个记事本按下 F12， 好，我们的视窗就出现了我们移一下位置，好，输出，好，就输出了好，它就可以正常的输出了好，那这样子每一个按钮如果都要来加个别的程式的话其实是有点麻烦的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个共用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按钮这个参数的位置是指定 x 坐标、y 坐标、宽度跟高度，我们可以再给它一个这个按钮给它一个变数的名称。那这个变数名称都要用小写的 G 开头比如说我们都叫做 G button 这是我们额外给的一个变数的名称好，我们这些按钮呢都要加上这个变数然后启用的地方这边呢就不需要电脑这个名字了，也就是说我们处理程式是你的变数名称去掉 G 以后的那个名称所以我们的处理程式的那个按钮就要用 button 就可以了就 G 后面的这个文字就可以了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要透过一个共用变数叫做 A 底线估以 control 它会取出我们目前作用中的这个控制它的内容出来那要记得要加上%号，表示是取内容，而不是输出 A 底线估以 control 这几个字那这样子它就会看你的目前你按钮是按哪一个按钮，它就会把它的内容给直接输出了。比如说你点了电脑，它就输出电脑；你点爱心，它就输出爱心我们就执行一下。好，再进到我们的记事本按 F12。好，我们看看输出是不是一样是正常。好，后面这个看都可以输出了后面这个本来没有写嘛，但现在已经可以输出了。然后呢，这个1、2、3也可以输出了这个应该到别的编辑器应该就会看出来，应该是正常才对了好，那接着我们再做一个改良就是我们这个视窗每一次都会它启动的位置如果没有指定 X 坐标 Y 坐标，它就会显示在萤幕的中央了。我们再看一遍，它是不是显示在萤幕的中央的位置？应该是这个位置应该是萤幕中央好，就是说故意秀后面如果你有指定 X 坐标 Y 坐标，它就会跑到你指定的那个位置去如果没有指定，它就会开在萤幕的正中央。好，那你如果想要去，你也可以用那个 get mouse POS 去取得游标位置，然后把你这个视窗开到那个游标位置你也可以做这样子的设计。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关闭我们也给它一个名称好了，一个变数名称，我们叫做 G button close 好了好，所以我们后面这边就是要写一个 button close， 然后这个它要做的事情就是做故意要把这个视窗给藏起来所以用 hide， 好，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执行看看执行一次。好，到了记事本，再按 F12， 点击关闭。好，确实它就有关闭掉了好，然后我们再做最后一个示范就是动态的部分我们这个系统资讯，这个有点，这个 tab 切换有点怪怪的你看它把第一个分页跟第二个分页的内容都混在一起了
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在按 F12以后我们先把现有的控制都给删掉，再重新建立一遍所以用一个GUI destroy 把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清掉，然后再重新建这样子应该就不会有这个元件重叠的问题好，这样就正常关掉再按一次。好，是正常那我们现在要点击这个本日日期以后，要出现系统日期那这个要怎么做我们的本日日期在这边嘛我们就给它一个特定的名称比如说叫做 button today， 表示是今天的日期所以我们要写一个按钮的处理程式还是叫这个名称的我们写在这边好，那它最后当然一定是有一个 return 的然后我们也一样要把它切换到我们原来的那个记事本这个视窗嘛，然后要送出，对不起，放错地方这里，好，然后我们要输出本日的日期就是如果你到我们这边AutoHotkey 的这个参考的文件里面有一个 variables and expressions 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内建的变数built-in variables， 这里面就有个日期的函数可以用你可以点击进来看所以我们要用的这个年就是这个 A 底线4个 Y，A 底线 M， 这是日期，这是月份，这是日期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使用它 A 底线 YYYY 年，A 底线 MM 月， A 底线 PD 日。那要记得这个变数如果你没有加百分号的话，它就会直接输出 A 底线 YYY 这几个字。可是我们是要取它的内容，所以要加上百分号。所以这个变数的前后都要记得加百分号，才会是实际的这个变数代表的内容。好，我们再按 execute， 然后再按记事本然后按 F12， 好，切换到系统资讯这里，再点击本日日期，它就会输出本日的日期所以你还有其他的系统的内容需要增加的话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逐次给它加进来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就是介绍了这个GUI的做法好，这个不见了你就是再点击一次设计模式再做一次切换，它这个设计视窗就会出现。所以如果说你的程式码已经加了，那跟这个设计的视窗就脱钩了嘛。但是你的 UI 你设计好以后，你可以用复制的方法再把这个内容复制到你有加了程式码的这支脚本档里面来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就是基本上就是介绍了这个 AutoGUI 的设计模式可以设计我们自己需要的一个视窗的功能。那你有一些简单的需要对话窗这种操作的方法比如说符号表等等这一些功能的就可以使用它来做像我这个是用以前另外一个工具叫做 SmartGUI 的工具做的它就可以像这个引号啦，或是这个什么箭头什么的我们就可以把常用的东西就自己给组织起来那这样子要用的时候就直接去启动它，那可以很快就可以找到这些不是很常用的字元那我们就不用再去记得这个字元要怎么去把它给拆出来了好，那后面这边有提供了一些连结刚刚这个符号表其实就是用这个比较旧的工具叫 SmartGUI 来制作的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应该直接用 AutoGUI 的这个功能来做，因为它方便很多，而且它产生的这一个码就已经是 UTF-8 格式的了那 SmartGUI 其实是还是 ANSI 的格式所以你如果有使用到像这个爱心符号等等这些就会有问题好，那今天就是这个 AutoGUI 的设计模式，那希望对大家这个做简单的视窗的对话窗的设计能够有帮助好，谢谢各位。